欢迎收看第1148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完成一份作业啊，有一位观众朋友给我留了这样一个言，他说：“你好，北静啊，我前2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是博士，她怀孕之后第一反应是要回国生，然后一直抱怨加拿大各种不好，说必须要让自己的孩子当中国人，还说理解不了为什么有中国人入加拿大籍，我挺无语的。”都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而且他的朋友也都是博士、博士后，都是同样的认知，而且明显瞧不起文科生啊。他们抱怨为什么学文的和他们当科学家的工资差不多。上次听了你的节目，我有尽量读一些不同种类的书啊，但的确挺多人不读历史的。其实很多人读到博士，除了自己的领域不读其他书的，他们比我大一些，是90后。你怎么看年轻人完全不读历史？两头吃的人真的能有很多好处吗？我感觉我的生活好割裂啊，每天网上看到的都是中国经济不行了，洪水啊各种的，但是身边的人都是真心觉得中国好。你怎么看这种割裂呢？因为这种割裂让我好难受啊，这适合做一期节目吗？那很适合啊！我今天就专门做这样一期节目，我想更多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吧，来讲一讲啊，他所经历的这些。其实他的这个感受啊，这种割裂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啊，不是因为他敏感或者这只是一个特例，不是的啊，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之中。我觉得问题未必是说因为这些人不读历史啊，而是我们经常会把学历知识和认知混为一谈，觉得是一回事儿，但其实不是，对吧？博士呢，只能证明啊，这个人他在某一个很狭窄的领域受过长期的训练啊，但并不能保证说他能理解政治啊、历史啊、制度啊这些问题，对吧？也不能够保证说他愿意反思自己的这些身份和利益啊。我觉得这位观众朋友啊，就是你的朋友呢，他一方面选择生活在加拿大啊，另一方面呢又坚持孩子必须是中国人，这不一定是经过理性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这更像是一种身份焦虑啊，就是移民啊，让他在现实中离开了中国啊，但是心理层面上呢，他特别害怕自己和下一代失去中国人这个身份，所以越在国外，他就越需要去贬低所在国啊，就是加拿大，然后还要强调中国的优越啊，他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背叛这个原来的这个身份啊，这个群体。至于你所谓的说两头吃啊，那短期对于他们这种人是会有好处的啊，因为享受了加拿大的制度、环境啊这些职业机会等等，但是同时呢，保留中国身份带来的情感归属啊，还有一些人脉，还有一些其他的便利，但是肯定是有代价的，对吧？就是你一个人他必须要长期维持在两套互相矛盾的叙事之中。用脚选择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嘴呢又要忠诚于另一个地方。那遇到好处啊，就谈现实啊；遇到价值判断啊，就谈爱国。所以你每天看到的是这些洪水啊、经济衰退啊、各种社会问题，对吧？但是你身边的人却真心觉得中国很好。我觉得你们双方，并不存在说哪一方是错的或者虚假的。对吧？因为你接触的是这些公共信息，他们呢接触的是自己的生活圈啊，一些家庭经验，还有一些所谓身份共同体的一些认知，对吧？所以你接触的这些公共信息里讲的这些宏观危机啊，因为宏观危机它不可能平均的落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对吧？因为每一个个体嘛，他都有一些什么亲朋好友啊，是吧？那仍然是这些人可能还是有房子住的啊，有工作啊，有消费能力的，所以他们就有可能会把一个整体的问题理解成是网络夸大了。那我觉得人呢，很多人他不是说先把所有的事实都完整搜集了之后然后再
形成自己的这一套认知和身份的。基本上是反过来的，就是他先有自己的一个身份啊，之前是中国人或者什么什么标签啊，然后呢，他会选择我看到的，我选择哪些事实，然后我让它进入到我的认知世界里，形成我后续的认知。人是有选择性的。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些人和你看到的中国不同你就怀疑自己的感受，你的感受是真实的他们感受也是真实的，对吧？你也不用期待说通过和他们的一些理性辩论好像就能够改变他们，不可能。我觉得你要做的就是区分一下，就是哪些人是可以交流的那哪些人其实他是在其实他也是在反过来要求你和他们维持一种相同的认知所以你就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可以了不必因为你们之间的有这种矛盾感到这个困惑。那当然了，我可以我觉得可能可以更深的分析一下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我觉得很多人呢不是完全的不理性就是他只是把他的理性限制在一个能为自己带来收益的一个很小的局部领域里就是你比如说你说你的朋友是一个博士科学家，那他可能在他的实验室里非常的严谨然后他比如选择他的房子医疗保险或者孩子的教育工作的时候，他都可以很精确的去比较，他很理性。但是一旦让他谈到国家、民族历史、身份这些，他的判断标准有可能会突然改变。就这不是智力的问题不是说他突然降智了，没有智力，不是，是他的理性等于被他的身份征用了。就这在心理学上就是有一种叫做动机性推理就是说人们并不总是为了找出真相而去推理，这是我们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觉得人你为什么要推理呢？你是为了找到真相不是的很多人不是的他会为了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结论而去推理能理解我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对吧？就是他希望我想听到这样的结论我会为了我想听到的这个结论，我去调动我的理性去做推理，去搜集信息，然后就往那个目标去走。尤其是关于政治判断也非常容易出现，就是对这个群体有利的信息让他们去搜集去相信，然后就产生记忆偏差。所以高学历它有时它不但不能够消除这个偏见反而高学历有可能赋予一个人更强的这种辩护能力有时候我说他们狡辩是吧？就是高学历并不代表一个人他更善于去发现错误尤其是自己的错误可能就是反而赋予了他一些能力，就是为他原先相信的这些错误的东西，他反而更容易去找到理由说服自己，说服别人，他没错所以他为什么人在加拿大却必须要证明说中国更好呢？我觉得这里面有几层机制造成的比如第一层就是一个认知失调就是他的选择和他的固有身份冲突了，对吧？因为他移居加拿大，实际上是用脚投票嘛，他用自己的行动承认了加拿大至少在某些方面是适合自己的。但是他从小呢，可能接受了某一种道德叙事。什么道德叙事呢？就是说离开中国加入外国国籍等于背叛等等的。他可能小时候接受过这样的道德叙事，所以这两者放在一起呢，他就会产生一种很不舒服的这种心理冲突这就是认知失调嘛就这个状态。也就是说当行动信念和自我形象彼此矛盾的时候，人会干嘛呢？试图修改其中一部分要么就修改我的行动要么就修改信念，要么就修改我的某种认知，反正他是要恢复一个内在的一致性。所以一般呢，他有3种处理方式，就这个情况第一种呢，他就是
承认啊加拿大某些制度更好，然后去重新理解究竟什么是国籍，什么是对于原有身份的忠诚，这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啊。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回到中国去啊，行动上用脚投票回到中国去啊，与他的认知上的身份一致，那他也就舒坦了，对吧？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呢，就是他继续留在加拿大，但是呢，不断的去强调说，哎，加拿大很差，但是中国更好，但他还继续留在加拿大，但是他一直这么去抱怨啊。这三种里面呢，其实第三种是成本最低的。啊，他不用放弃在加拿大的这些现实利益，他也不需要去重建自己的这个世界观，他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可以获得一个内在的一致性了。什么事儿呢？就是不停的抱怨加拿大啊，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越离不开加拿大，但他越需要在语言上去贬低加拿大。那在美国也一样，日本、欧洲都是这样，都有这样的人。那我觉得这是第一层机制啊，它为什么会这样？可能第二层机制呢，就是一种身份保护了，就是说你这个朋友啊，他维护的不是一个结论，而是我是谁这么一个问题，对吧？就是中国到底好不好？对他而言啊，就可能不是一个可以冷静去讨论的事实问题。当你们说到啊中国到底好不好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批评中国吗？我这么做啊，我是不是忘本了啊？我是不是背叛父母了？那我的孩子还是不是我们家的人啊？就如果他要入籍什么的，那我现在在一个异国他乡生活，我算是成功了，还是一种流亡啊？那我选择了这个加拿大，是不是就是说我以前的在中国学到一些东西就错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一旦就触及到身份问题啊，反正就不再只是反正了啊，它就会上升为感觉是一种人格攻击。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可能跟他说了很多关于什么洪水啊、失业啊、政治压迫这些话，对吧？中国的，你觉得你是在补充资料来丰富你的这个论证，对吧？但是他会觉得你是在强迫他否定他自己，所以他有一个反抗机制啊。那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就是一种制度合理化的问题，就是你承认一个制度有问题，会增加一种心理负担啊。就是人呢会这样，他把一个既有的秩序会理解，就是已经存在的一个既有秩序，人一般会把这个东西理解成是一种稳定、合理的这种倾向因为这个能够满足人类对于所谓的安全、归属确定感的这种需要，这是一种人性上的需要。对于海外的中国人而言呢，你让他们承认说，中国有问题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制度这个社会、这个政党什么都有问题的话，你让他们承认，这可能就意味着就是他首先要承认自己过去接受的这些教育是失真的大量失真的，然后你还要让他们去承认，就他们自己心里还得承认说那我还在中国的这个什么父母朋友他们就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制度中，那这会造成他的不安，对吧？以及呢，他可能还会去想，那我过去这些年捍卫的其实是中共的这一套国家叙事，那可能就站不住脚了，对吧？你让他否定这么多东西，在他内心这个代价很高，对吧？这个代价很高，他要经过非常复杂的一个心理的斗争过程，可能才能转变。那比较舒服或者付出代价很低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说西方也很差加拿大也很差，哪儿都一样对，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至少这个某些方面还比较安全等等，就是找这些的话，这些话一说，它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很廉价的，或者它付出代价很低的一种心理上的止痛药，他们是这么一个心理过程。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所谓的有限理性的问题，就是人呢，
一个生物性的人啊，因为他这种时间、精力、大脑容量这些都是有限的，所以一个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领域都研究一遍，对吧？有限的。所以呢，通常哪怕他是一个博士啊，他也是只是在这个日常中啊，与他的这个收益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上投入大量的思考。那其他的领域，它其实依赖的是一些惯性啊，过去的一些习惯、一些直觉。所以，这就是人为什么能够同时啊展现在某些领域，它有很惊人的认知能力，但是在另一些领域呢，就是完全非理性的，对吧？所以你说一些博士啊，或者一些年轻人啊，说什么不读历史什么的，非常正常，对吧？非常正常。就是而且很多人，尤其是到了他学历低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我是不太行啊。但是学历高了之后，有的人啊，他就会变成一种自负。他觉得，哎，我在这个领域是专业的，所以我对所有的公共问题都有一个很高的判断权利，对吧？这就是专业能力啊的人啊，像一种叫什么呢？人格权威吧啊的一种扩张啊，这个是错误的，对吧？所以你看他们瞧不起文科生，对吧？但是抱怨说自己的工资又和文科生很相近。这个问题很值得聊，就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朋友啊，就这些博士们啊，他们其实把这个知识，理解成了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啊，就是我读了这么多书啊，我读了这个更难的，好像一个专业，付出了这么高的成本，所以社会必须支付我更多。这就不是在追求知识了嘛，对吧？这是等于你在就是讨利息。我获得这个学历，我应该有人支付我这个利息。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瞧不起文科，对吧？就是他们当然不理解究竟文科是什么啊，所以才会瞧不起，对吧？而且呢，他们是就是因为文科的价值没有办法用这些什么实验呀、获得的专利啊、什么论文的数量，你没有办法去量化，对吧？但是呢，你比如历史、哲学啊、政治，包括文学啊这些学科的训练过程啊，以及经过这些训练，你所能获得的这个能力，恰恰就是你的这些理科博士朋友们所缺失的。他们缺少这些能力，但他们不知道。你比如说，你如何理解一个制度如何形成，对吧？你如何分辨国家、政府、民族、文化这些议题啊？以及呢，你如何识别说这个是宣传叙事啊，这个是什么啊？怎么识别这个东西啊？处理这种价值观的冲突，理解他人的生活啊与尊严啊。以及呢，把你当下面临的问题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里去衡量，等等，这些都是能力，都是能力，但是非文科生一般不太具备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为什么笑呢？我因为觉得最讽刺的一点啊，就是他们在嘲笑说，哎，文科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对吧？他们是这么，就是所谓的这些华语世界理科生是这么嘲笑文科生的，是吧？说你们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啊，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但是最讽刺的就是他们自己实际上身上有很多现实问题啊，你比如说非常这种身份冲突啊，历史的失忆啊，在政治问题上的幼稚，这些都是这些理科生身上的问题。但恰恰他们遇到的这些问题，这些全都是文科问题，这就很有意思。当然，我这么说啊，我也不是反过来说啊，什么所谓文科生就比理科生高级，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因为理科生呢，其实这个文理划分首先就不太科学啊。但是我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理科生的他很多是一些科学训练方式，对吧？就教人们在既定的问题中去求证。那文科的训练或者说人文的训练，更多的是在这个之外，他会去教人们说你要去追问，就是这个问题啊。理科生是一个问题来了啊，我就处理这个问题，我在里面去求证。
那文科生是说，好，这个问题来了，我先要问这个问题谁提出来的，对吧？你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前提，成立吗？对吧？最终以及这个问题后续带来一些影响，是什么啊？谁来承担这些责任等等，所以是不一样的而已，并不存在谁高谁下，就是一个分科吧，我觉得。所以在华语世界里，长期的说什么，有一种理科生高于文科生啊，什么文人没用啊，这个臭老九，就这些，当然都是中国这几十年来带来的一个弊端了，对吧？当然很难，就是在海外华语世界还一直流传这么一套思维方式，这个是挺糟糕的啊。我觉得再聊聊就是所谓的他们这种人啊，两头吃，真的有很多好处嘛，对吧？刚才说了，短期内是会有的，对不对？因为加拿大提供给他了这个法治的环境啊，这些教育、医疗、生活环境等等。他在中国的这些家庭和社会上还有一些资源，也都可以用，是吧？然后不同身份之间灵活切换，他享受不同的便利。然后他面对不同的人群的时候，他还有可以选择不同的叙事，对吧？那这个好处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说说坏处啊。我觉得他必须要支付3种隐形成本啊，就是第一就是人格成本，因为他必须要不断的替这个互相矛盾的这个选择和叙事，他要在中间不停的去编造这个一致性。他不仅是要向不同的人群去解释啊，他对他自己，他跟他自己对话，他自己这个人格，他也要去制造一个一致性，这很困难，这是他不停的纠结，哪怕他在朋友圈或者在你面前表现的云淡风轻，但是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在面对镜子的时候，他在自言自语的时候，这些人格成本是他必须要持续要付的。那第二个成本就是一个代际成本了，就是他的孩子，对吧？他要求他孩子必须是中国人，但他孩子怎么理解，对吧？他孩子可能觉得自己是加拿大人，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啊，就是父母越强制，那孩子就越容易对中国这种身份感受到焦虑，感受到一种抗拒，觉得这是父母对他一种控制等等，这些代际间的这个成本，是他的这种追求之下，他持续要去付的。还有第3个就是政治成本，就是他自己享受这个自由制度，加拿大的，但是他又不去维护这个自由制度，对吧？他抨击啊，他批评啊，等等，然后他把他的这个公民权利理解为是一种服务，是吧？把这个国籍理解成是一种，就有点像是一个会员卡似的啊，所以。如果在加拿大的很多这种华人移民啊，如果大部分人都像他这么去想的话，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搭制度便车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最终会上升成政治问题啊，可能会影响很多人，对吧？所以我觉得两头吃，当然短期内是会有收益的，但他把这些代价和成本就推给了别人啊，下一代，对吧？当然也包括未来的他自己。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你在网上看到的中国和你身边感受到的中国是2个中国呢？我觉得不是说哪边是真相，哪边是虚假的，不是这么简单，它是一种尺度错位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网上这些信息聚合在一起，你看到的更多的是这种全国性的灾难，是吧？洪水啦，失业啦。虐狗啊，暴力什么的，会给你一种好像中国每分每秒都正在慢慢这是全面崩溃的这种感受啊。但是你的身边的人，你看到的是一些局部的生活，是吧？就是这父母的这个退休金还在发呀，对吧？你有些朋友的他的房子还没有这个价格完全跌穿呀，对吧？有的朋友还在旅游。是吧？然后点外卖或者什么的，吃喝不愁的。人会把这种局部的稳定就误认为是整体的一个健康就是网络是这样的嘛，就是分散的这些危机它会汇聚在一起，
给人一种末日感，对吧？但是你如果回到现实生活中，这就是一个熟人社会嘛。熟人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没有发生在自己和邻近的人身上的没有发生在自己这个圈子内的这些危机，他就会误认为是不存在或者短时间内和我无关。两者其实都可能有一点失真、不对称对吧？但是呢，我觉得经济下行这些灾害包括一些中国的制度风险，这些东西都是有客观依据的你是可以提出这个客观证据的，对吧？但是就是说，你整个国家有结构性的问题，当然不代表说每一个人现在都会活得很惨，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你会经历过，你会感受到的就是公共信息中的一个中国，然后你身边的人口中的一个中国，还有当然还包括你自己的价值判断的一个中国，对吧？当然你会感觉到割裂，很痛苦，是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是吧？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原因是你没有办法把我刚才说的这3个中国去理解为一个中国，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最后说，其实中国的教育吧，就培养了很多像你朋友虽然他到博士虽然他可能硕士、博士可能都是在加拿大读的但是他的底层的教育来自家庭，来自原来中国的这个原生社会的，这些人就是很善于解题但是呢，他不去怀疑这个题目本身，对吧？他们计算他自己的利益，计算他在世界的这个位置和他的一些职业规划，他的计算能力很强，但是他不理解，就是他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以及他可以过怎样的生活，他这个理解力是有问题的。所以当然我还是建议人要读历史当然其他的书也要读但是历史为什么要读历史？因为我觉得历史就是已经过去的东西，对吧？那都是我们失去的这些时间记忆，我觉得失去的这些不只是过去而是一个其实可以用来判断现在的一种尺度就是如果没有历史的话，人们会觉得一场灾难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故，对吧？那你学了历史，你就会发现它不是偶然的事故原来也发生过类似的。所以，我觉得人可以你可以享受一种制度，然后忠诚于另一种制度。但是这是很短视的就是短视呢，你必然会带来一个未来的很深的代价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现在生活在一个挺混乱的时代，对吧？就是这个不只是一个现实层面的混乱，还代表着这种网络信息量的冲击以及现实混乱叠加在一起之后造成的我们心理上的认知上的一种混乱。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吧，这也是我就今天最后我等于算打个广告我是想要做这么一个新的课程就是这个我刚简单做了这么一个封面就是北境讲心经，这是我之前就承诺要做的但是呢是要静心者会员限定当然就是更高一级的我这个频道会员静流者你也能看到就是静心者会员就可以看到，就是最低档的会员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要会员限定呢？实际上我过去讲过另一个系列，就是老子和道德经这个系列只讲了5讲，我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讲了，因为我那时候没经验什么都想给大家讲。后来我发现其实讲那个东西，包括讲心经这个是在智慧层面的
非常高维度的东西。这个和平时讲一个热点话题，讲一个背后的观念问题，去解构一个问题的维度完全不一样啊。之前讲老子的道德经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在一个很低维度去抬杠啊，他也听不懂啊，其实也没什么好的效果。我觉得就关起门来讲吧，啊，这些东西就关起门来讲。所以就是心经嘛，啊，我们就对这个静心者会员也开放，因为之前我这个频道2档会员呢，静流者会员是每个月还有一个专享的直播嘛，啊，有这样的福利啊，包括我的电子书店的书啊，他们也都可以免费的获得，有这些福利。那我觉得静心者这个1档会员呢，之前是只能看我往期的已经这个封印进入会员区的这些视频，虽然也很多了，现在有500多期节目可以看啊，会员区的，但我觉得再多一个福利吧，给你们做1档专享的节目啊，就叫北境讲心经。当然更新频率我不敢保证，当然应该至少每个月能更新吧，所以争取明天啊，我就来做第1讲啊，也欢迎你们来听，然后我们小范围的可以交流一下啊。好吧，那我觉得今天就聊到这里啊，也算交了这份作业。感谢收看、订阅、分享。